刚才你在回忆那个男孩子的时候，你的语调，你眼睛里面的光，我在我身边的任何一个女孩子身上我都没有看过。她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肯为了我这样的燃烧过。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呢，可以买到很多良辰美景，可是这离我从小就拥有的爱情梦想，距离居然是如此的遥远。而人的一生当中，如果不能真正拥有一次爱情，那将是多么大的遗憾。时间快到了。什么时间？你赶上好时候了。3、2、1。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。小鹿子，我爱你。怎么？小鹿子，我爱你。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，至少你可以说我懂，活着的最寂寞。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，我失去的都是人生。当你不遗忘，也不像曾经，我爱你。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虽然你喷了很多古龙水，但是我还是能闻到一股混蛋味儿。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，所有的何方何必何其荣幸，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对不起，黄小姐。如果你觉得刚才我冒犯了你，那完全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话，还有这里，都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化学反应。不管是幻觉也好，错觉也好，在那一瞬间，我都觉得你才是我爱的女人。回家了。等一下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，和你这样的女孩子交往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什么叫感受一下跟我这样的姑娘交往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你先不要急着拒绝我并不是想要冒犯你，我只是真的觉得，刚刚跟你相处那几分钟，我好像感受到了些什么，可是我不太确定。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
你所说的真正的感情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答应，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？是拿你的婚礼策划作为交换吗？这跟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算了，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个。这几天如果我有时间，你也有时间，而且你有这个心情的话，我呢，请你吃个饭，兜兜风。如果你肯答应这个要求的话，我会很感激你。这样可以吗？看看啦。还有，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今天会愿意出来陪我散步，带我看风景，告诉我你以前发生的事情，难道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案子吗？没有一点点是因为魏依然？当然有，我就是想让你明白，有一种姑娘爱你的方式，是把你带到新天地广场楼下，让你为她消费；还有一种姑娘，就是把你骗过来，只想真心实意的跟你接个吻，让你看看北京的小夜晚有多嗨。我不想说这两种姑娘哪种更好，只想告诉你，更多选择，更多欢笑。我在猜啊，你也不会让我送你回家了吧？下面就有公车站，拜拜。什么时候？你刚刚不是说再见吗？我想知道再见是什么时候。我同意了，我把这个 case 交还给你，让你们公司处理。没错，我同意。我只希望，不管你答不答应我这个请求，你的心里面都不要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或是觉得这是一种交易。你放心，我会说服立刻的。喂，王小贱，魏依然同意跟我们签合同了。喂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说。我是说，魏依然要被我拿下啦！咱们公司有救了，大老婆不用死了。你昨天晚上偷我们薪水一点都没白费。恭喜你啊！但我告诉你，晚上9点以后是我的断电时间，不要随便打来。啊，对了，什么叫大老王不用死？那你说话真难听。明天公司见啊！王小贱，你有病吧你？这么说，这个案子还有戏了？那也得尽快把这合同签下来。啊，这合同一天不签的，随时都会有变化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。老板，您就不用给我什么奖励了。就还奖励？这单子本来就是你给弄飞的，你现在不过是将功赎罪，而且赎还只赎回来一半，还奖励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到嘴的鸭子再飞了，我双罪并罚。好，地狱
帝王风范。我在网上看康熙御笔朱批的时候，就是这种语气。朕就是这样的汉子，就是这样的秉性，就是这样的皇帝。你说你这小脑袋瓜，你这胡思乱想，你把这心思用在工作上，你早不是现在这德行了。行，归安吧。朕。姐姐，你真的是太强大了！哎，你哪里叫黄小仙啊？你简直是黄大仙呢！不是大仙，那叫女神，拯救我们屌丝于失业的边缘。行了，行，就是再夸就有点过了。这次要谢谢大家一起的努力，主要是那份流程设计，谢谢王小贱同学。那个这次呢是我们俩的方案，所以如果签约成功的话，我们俩就请大家吃饭，到时候大家随便吃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都是黄小仙的功劳，所以请客吃饭里不包括我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正好冲咖啡，要不要帮你冲一杯？红茶、绿茶、菊花茶。喝水。就是太投入的在说服魏依然，没听见电话。后来这手机要死不死，它又没电了，所以那个……你想说什么呀？后来我充上电以后，看到你给我发了那么多微信，我还从来没有想到一同事能这么关心我，我心里还是挺温暖的。你温暖个屁呀！是我让你去给魏依然使用美人计的，我怕魏依然万一是个衣冠禽兽，将计就计把你给……我不是还有罪名吗？你这人怎么忽冷忽热的，有话不会好好说呀？大姨夫来了。我不爽不是因为你不回我信息，我不爽是因为我昨天跟珊珊这顿饭没吃好，红酒我都点了，说好了一会儿去看电影，一晚上聊的都是你生死未卜的，我们俩跟你父母似的，让我怎么办？真的。本来聊得特好，就差一步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放心，煮熟的鸭子它飞不了。昨天不行，再约呗。他今天就约我了，而且他今天特别主动，你看看，还让我穿得帅点。你看看。嘘嘘，别聊，别聊。正事儿来了，帮我跟大老王请假。单子都快拿下来，你还有什么正事儿？煮熟的鸭子飞不了。刚才我去你们单位找你，本来是要跟你吃个饭的，他们说你今天休息，所以我干脆就买回来了，咱们就在家吃。啊，来，帮把手吧。你看看啊，我都买了什么？这个水煮牛肉，还有你爱吃的西芹百合，怎么样？拿走吧。啊？干嘛呀？拿走我自己吃啊我。特意给你买的，不是你要不爱吃这菜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小馄饨，你爱吃吧？这我知道。我让你都拿走。我们俩几天没见面了，这些就是你给我的答复吗？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呢？你说你这都好几天不搭理我了，我就特地来看看你，我是来关心关心你。我关心我女朋友，这没什么错啊！我想让你开心一点，你干嘛非得要什么答复啊？可这些确实不是答复。我知道这不是答复，但是你能不能别这么抠字眼儿啊？
咱先吃饭行不行？你不饿我还饿呢，走走，咱先把饭吃了再说。那你要这么不愿意在家吃，咱俩就出去吃，行吗？吃完饭咱俩看电影去。今儿晚上我加班。那就明天。明儿也加班，这2天都要加班。那要不咱们就结婚？要不然，我真不知道哪个女孩会接受一次以要不然开头的求婚。陆然，你这算是正式求婚还是委曲求全啊？你觉得你这样求婚，我们俩以后会幸福吗？我只知道我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改变现状，我就想让你过得高兴一点，行不行？你想让我高兴，你想改变我的心情，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？但是我不想让我们2个人永远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边。你相信我可以吗？对于我们来说，现在结婚是唯一有效的办法。我相信你，你相信你自己吗？我不信。魏先生，非常感谢您能够重新考虑跟我们公司合作，我代表公司谢谢您。要不这样，我一会儿请您吃顿饭吧。王小姐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其实今天呢，你愿意跟我出来，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。嗨，别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也没办法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您特别忙，时间那么宝贵。我长话短说，那个新的策划方案您看了吗？看了，其实我觉得挺不错的。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，可以把它修改这么完善，我觉得挺不容易的。那您要是满意的话，您不是说李可那边您去说服吗？您睡了吗？睡了，可是他不服我。不是那个。那您是不是还得继续努力说服他呀？黄小姐，我就不跟你开玩笑了。说服李可这件事情呢，恐怕还要麻烦你帮忙。我怎么说服他呀？我不行啊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来了，我迟到了，今儿太堵了。没事儿，我也刚到一会儿。是吗？实在对不起啊。没事。他们说啊，上海啊是一上午就堵，成都啊是成天都堵，重庆呢是从来就没有不堵，南京呢是难得不堵。那你猜北京是什么？首堵。太聪明了。点菜了吗？点了，我点了一鲍鱼，然后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葱烧海参。他们说那个海参对男孩特好，所以我就点了一个。你没什么忌口吧？那个葱……我不忌口。那你知道这个鲍鱼啊、海参啊，这对男孩哪儿好吗？嗨，管他的，反正对身体好就多吃点呗。哎，也是。等一下。补，是该补了。喂，爸。哦，对，你不要走二环堵得很，走城后头。成都嘛，成天都堵。平安大街。
平安大街，成都好久有平安大街了。平安大街。啊，对。啊，不得事，王爷刚刚也到，他也是堵车。没事，我们等你，不着急哈。拜拜。你爸来了？啊，对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前2天吧。哦，对，今天呀，我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昨天你带我领略你的喷泉，我想回报你，所以呢，今天带你感受一下我的生活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的生活就这儿啊？上个星期啊，李可在那家店买件大衣，我记得差不多是2、3万左右。这个？2、3万都能买一国产车了，有必要把一 QQ 穿身上吗？其实啊，这些高级服饰的品牌，它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它的做工啊或者材质，是它带给消费者的一些附属价值，还有穿它的人的心理满足。你又不能把价签别身上，你看那几个大衣连个 logo 都没有，谁知道你穿的是什么呀？穿的人他会知道啊。奢侈品这种东西啊，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，而且很深远的。如果你天生的本质就不错，你又常常被这些顶级的品牌所包围着，你自然而然就会穿出这个顶级的气势。所以黄小姐，愿不愿意去试试看？好。我爸这人吧，有点麻烦，可能是上岁数了吧，就老想给我介绍男朋友，一会儿又是谁谁谁跟我特合适，又谁谁谁家里条件特好什么的，想让我回成都结婚。但我现在不想回成都，而且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思呀？然后我想着咱俩不是老乡吗，又是同学，我爸妈也都认识你，所以你帮我这个忙比较合适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假装你的男朋友骗你爸爸？假装。假装。这事儿不好吧？嗨，没事儿，不就假装吗？不是假装，不是。那万一咱俩假装真好了，你怎么收场？我有那个福气啊，你就帮我对付他2天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有点太，这不是对付的问题。我必须先把事儿跟你说清楚啊！你看，这是咱俩真好了。那还有一点，那你怎么跟你爸说？咱俩万一不好了呢？你爸会不会揍我？怎么可能？你想太多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而且我爸就来北京这几天，等他走了就没事儿，你就帮我对付对付吧。我明白了，等于你那些鲍鱼啊、海参啊，这都是给你爸点的。你也一样啊，都能吃嘛，不都在一桌上吗？我吃了也没用啊。你现在怎么那么轴啊你？等一下，喂爸。对嘞。对。啊不，你看到前头有个那个银行，到这个银行过了那个银行之后，有个绿色的右转。快到了。右转。对，银行右转啊，别搞忘了。要得。拜拜。哎呀，我不想见你爸爸。可能10多分钟吧，就到了。我晓得呀，我这让怎么见你爸呀？对，你把这个拿着。干嘛骗你爸还有礼物啊？不是，今天不是事发突然吗？你也没什么准备。这个呀，就是我替你帮我爸买的礼物。你挺职业的呀。你先画吧。拿不切。不认识，肯定是推销的。那万一要是客户怎么办啊？也是啊，万一要是客户怎么办？对呀。肯
定不是。喂，先生你好，我们是紫玉收藏。子总，子总，请问您有没有收藏爱好？对，我知道，对，没错。我们公司有各种收藏品，请问您对哪方面比较感兴趣？1个月前吗？1个月前就约好了。您说什么？就是今天吗？不会吧？就是现在吗？不会吧？太巧了吧？我爸马上就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子总，1个月前我就一直在做你这个项目，这1个月我做的特别好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一切材料我都全部准备好了，我就是想今天跟你见面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，子总？我忘了这事儿了。不是，这事儿我早就做好了，我做了1个月，我整整做了1个月，为了这件事儿。但是我是这样。喂，爸，你等那儿了。换着语气的，没错，1个月前咱们说好的，咱们中午吃饭，但是我这2天特别忙，我这2天。哎，你这错了，还有chuyện了，有冤我很。我要穿上这衣服上街，人还以为我偷的呢。其实黄小姐，你先天条件并不差，只是你没有认真的对待过你自己。你没有拥有过好的东西，你没有见识过好的男人，你气质再好也会出不来啊。所以，愿不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？魏先生，我能理解为您在勾引我。那你就当做我是在勾引你进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好了。您可能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意思。第一，那如果我坚持呢？我要真穿这么一件衣服跟您去那些金光闪闪的地方，人家肯定以为你别出心裁，请了一女保镖呢。我可以冒昧的问你一下，既然你知道今晚上要跟我出来，为什么要把自己穿得跟个女保镖一样？这个比较简单。首先，北京那么堵车，我要回家换身衣服得1个多小时，坐公车还得花1.5块。其次呢，有可能，反正我就穿成这样了呗。我可不可以猜一下你刚刚没有讲完的话？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么重视我？我这么说了吗？没有啊，可是整张脸都写满这句话。不过感谢你讲话很仁慈，很婉转。我有一个问题特想问你，你是特在意你身边的女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吗？是不是女人穿大牌或者是没牌，就像你们男人出门的时候开大奔或者是坐地铁一样？这就是您所谓的生活品味跟社会地位的区隔，是吧？在我看来，其实没有这么简单的。一个女人她和我约会的时候穿什么，就代表她对我的感觉，还有我们之间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屏嘛。那您说说，我学学。一个女人呢，在你面前越愿意去精心打扮自己，把自己最美的一面都给你看，就表示她越喜欢你，越想跟你交往啊。是吗？喂，先生你好，我是紫玉收藏的，您不是说要到我们实体店来看一下吗？你们是哪儿？紫玉收藏的呀，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对古董没兴趣。对不起。说的再简单一点，如果呢，他愿意穿一个露事业线的衣服，单独的跟你出去约会，那应该就表示8、9不离10了。您是用这标准衡量我呢，还是用这标准来衡量李可呢？你们2个人不一样，李可很聪明，他知道呢要依据我的喜好，
去改变她自己的打扮呢，还有感觉。她在告诉我 ，I'm made by you, I'm made for you。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姑娘，我怎么可能会拒绝她？穿衣服可以是一种手段，也可以是一种心情，没什么可比性。啊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李可她穿的是手段了？你看仙鹤跳舞，孔雀开屏，不都是为了取悦异性吗？这没什么问题。黄小姐，你很聪明啊，不应该没有男朋友的。逆反命题成立。我之所以没有男朋友，就是因为我不够聪明。其实以前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的时候，我挺少顾及他的感受的，总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，自己快乐就好。现在忽然觉得，其实你爱他就应该以他快不快乐为标准，你就应该做他愿意做的事儿。跟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相比，其实自己的快不快乐根本就不重要。这点李可就做得比我好。你刚刚说的跟李可做的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你刚刚说的呢是要好好的珍惜你的男朋友，可是李可，她只是在取悦我。我想珍惜我的前男友，但是我失去他了。李可想取悦你，他却得到了你。可能有时候，取悦比珍惜更有用一些。王总，怎么了？那黄小仙哪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出工资的时候说是忙正事儿去了，我想应该是跟进业务了吧。再说您找黄小仙，您可以给他打电话，您干嘛问我呀？废话，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去啊？你们俩不是好的穿一条裤子嫌肥吗？谁跟他穿的一条裤子呀？啊，你不是没事做吗？我给你找个事儿。你马上去给我找着黄小仙啊，随时向我汇报案子进展。要不连你一块儿都给我滚得远远的！魏先生，这是我之前给你发过彩信的那款包包，北京只到了2只，我提前给您留下了。咱们这款包包呢是纯手工制作，皮革当中散发一种淡淡的香味儿，所有的花纹 logo 都是完全对称的。这个拉链吧，拉上100多万次，它也不会有问题。咱们来看，这个300-015，它意味着我们这款包包全球限量300只，而我们这一只是第15只。哟，那他世界上那299个素未谋面的兄弟在哪儿呢？招呼出来，我见见。哎，您真幽默。黄小姐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啊，帮我背一下这个包，我想看一下。行。画的。我觉得这包李小姐有点还行，我不太懂包啊。这个包包起来吧。好的，那我跟你核实一下，这款包包3万2，寄到您的账户上。那咱们的包包的标牌写谁的名字呢？黄小仙儿。写我名字干嘛呀？不是，这个包包是送给你的，当然写你的名字啊。不是你好端端送我一包干嘛呀？我觉得你刚刚背起来挺好看的。我要喜欢一包320我能考虑，3200我都不带考虑的，别说32000了。再说了，您要送给我的话，3.2块我也不能要。
谢谢您的好意，您真别给我买这包。每一个女人应该都会有10000个理由去接受个名牌包包。32000啊，3200，这只是数字，它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只是很单纯的想送你一个包包，因为我觉得你帮了我很多的忙。这样都不行？真没这必要。很多人嗨这些名牌，但我不嗨这个。就算我买得起，我也不买这些东西，没必要。那至少晚上让我请你吃个饭。我还不饿呢。我看您今天也挺忙的，可能也谈不了正事儿了。这样吧，那你慢慢逛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哎，对。你好。好久不见。男朋友？客户。给你买包。人自己买包。我买了个戒指。给我看看。我是说你，我帮你看看。我做婚庆那么多年了，对钻石还是比较了解的，学很深。我是说，你万一不合适，你现在换省得来回折腾。这不合适，不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那什么，你变了挺多的。你比以前要，你比以前要温柔多了。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的？是那个帅哥吗7年了，你把我变成你要的那样，完了你又不喜欢了，给我扔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谁也没必要说为谁做什么改变，你觉得吗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是。都过去了。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东西。你看，好多那个要死要活的过不去的，其实时间真是一好东西，它特别有魔力。好多东西过不去吧，其实就是时间问题。但凡时间到了，什么坎儿，其实都过去了。要是几十年以后，咱俩儿孙满堂了，咱俩这还这都不是事儿。对，到那个时候，没准我就会跟我孙子说，你们看，说那位又文静又得体的老奶奶，那是我初恋。那万一你孙子问你说，你当时怎么不跟那奶奶一直过下去呀？你怎么说呀？那是爷爷犯的错误。你都不说，都不理我，然后转身，淡淡的笑。什么时候我们可
今天晚上打算跟佳琪求婚。只是想关心你呀，要你知道，还有我在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？我们一起唱歌，一起牵手。曾经那个欢蹦乱跳的小仙儿，那种属于小仙儿跟路人之间肆无忌惮的笑声，永远都不会再有了。我曾经以为愈合的伤口，像一只只饱含热泪的眼睛，啪的崩裂开来，齐刷刷的流下了泪。失恋第20天，黄小仙儿前功尽弃。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，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。我所有的何方何必何其荣幸，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，至少你可以说我懂活着的最寂寞。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，我失去的都是人生。当你不遗忘，也不像曾经，我爱你。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，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。所有的何方何